我们这款设备是微波速炸炉，我们这款设备呢带有一个热风功能、微波功能以及这个组合功能。热风功能呢，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空气炸锅的一个工作原理，然后微波功能呢，你可以理解就是一个单独一个微波炉使用，然后组合功能呢是微波加热风同时加热工作的。我们这款产品的一个优点呢，就是可以做到冷冻食物。从冷冻柜负18度拿出来，放这个设备里面烘烤，可以短时间出品，可以做到一个外酥里嫩的一个效果。我们这边有一些客户的困扰呢，他就是每天下班之前要提前把面包解冻，解冻完之后呢，第二天再用大的烤箱来预热，来去再一整盘的去加热面包出品。但是你这个面包你卖完了就没得卖了，如果卖剩了，那就会有损耗。但是我们这台设备呢，因为它是可以做到冷冻出品的，客人点多少，我们就可以烤多少个，就不需要说提前解冻、提前预烘烤，就不用说避免那个不必要的损耗。像牛角包的话，基本是可以控制到2到3分钟，然后一个6寸的披萨呢，可以控制到3到3分半左右出品，7寸的话会额外加多1分钟，大概就是4到5分钟左右就可以出品的了。像我们现在烤翅，大概就是4分半到5分半左右。如果你一个熟制的一个手枪腿的话，大概也就4分钟左右。像我们现在烤一只1斤的童子鸡，我们这边的一个数据就是去到6分40秒左右，配合这个微波的一个工作，可以去到短时间的一个快速出品。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同类型产品来说的话，他们的设备第一价格比较高，我们这个产品就会特别价格实惠，性价比比较高的。而且我们这款产品不需要预热，像星巴克的现在用的那个设备，它早上营业它就要开着220度的一个热机状态，一开就是1天，那你这个电费损耗就会特别高。但是我们这个设备不会，你通电的情况下，它就只有屏幕亮，这个屏幕亮的话，用电量不会说特别高，而且我们这个是免解冻的，不需要预热，所以说电费啊、设备费用啊，我们就已经省去了一大半了。而且我们的食材不会说有损耗，像星巴克的每天卖不完的，它就要丢垃圾桶了。像我们这款设备呢，目前就比较适合咖啡店、奶茶店搭配咖啡跟面包出品，然后以及有一些便利店，还有一些西餐店、小吃店，它会用来做烤翅，或者是那些奶酪饼，很多食材都可以做，甚至烤鸡也可以做。我们这个产品它的作用范围是很广的，主要是看客户他如何去用我们这款产品来开发更多的菜单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款产品的一个内部空间，这个整体的一个容量呢是17升，然后呢这里是这个部分是发热管，然后微波在这里，然后呢它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微波打上来，然后热风加热吹下去，然后就做到一个针对食物的一个同时内外加热的一个效果。我们这款设备整体的一个外壳呢是采用一个30式的一个不锈钢材质，然后呢玻璃面板是采用那种防爆玻璃的双层的，所以说它是很耐用、很坚固。我们这个屏幕呢是采用一个6.8寸的一个屏幕，然后我们这个菜单呢一共是可以容纳128个菜单。这个是一个热风功能，可以选择你需要的时间。
然后进行一个加热。你也可以取消，然后这个是微波功能，也是可以选择时间，然后也可以开始，然后取消，然后这个就是组合。然后我们整个菜单呢能容量128个菜单，然后呢现在我预设的菜单有3个，后续用户这边可以自定义菜单，最多128个。打开这个网站之后，我们先登录，需要用到邮箱。然后输入密码。好，登录进去之后呢，我们点击这个循环一个按钮，然后再点个人，然后返回。好，点完个人之后呢，我们再点这个，然后就可以设置菜单。点击这个加号，点击这个箭头，然后就比如我们要弄一个蛋挞 egg， 然后我们选择图片。然后点心，数量，你这里我就随便填了。然后保存，好，已经有了。然后保存完之后呢，点击这个3个点，这里可以设置这个加热的一个程序。先选择设备，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设备。好，确定。然后呢，我们再选择这个。然后这个蛋挞的话，我想它的温度是180度。然后时间的话，我的需求大概是3分钟，那就180秒。然后微波的话可以拉到最大，风速的话大概我想去到1500左右，然后选择你对应的烤盘，保存。好，保存好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再点击这个设置 Go Online， 然后保存好了，然后它就会再下载。好，如果你不需要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点击这个 Go Offline， 然后取消，然后屏幕就会设备上面的那个菜单就会取消的了。它现在在下载了。它下载完之后呢，屏幕会闪一下。然后菜单就会更新到这个页面，下载完了，然后那个蛋挞就出来了。好，如果你不想要这个菜单，我现在想把这个蛋挞取消，就在网站那里选择这个 Go Online， 然后点击，然后蛋挞就不见了。然后我们这个是可以容纳128个菜单的，然后菜单多的时候你可以往下滑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菜单是2468，有9个菜单。我们现在做一个冷冻的可颂，这是刚刚在冰箱拿出来的。然后我们采用这个烤盘。倒计时结束之后呢，会有一个蜂鸣声，等一下可以听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把东西拿出来。
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可颂烤出来，它是能做到这种酥脆的一个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烤一个披萨，看一下效果。好，现在披萨烤好了，我们拿出来看一下。那我们现在烤一下烤翅。我们的设备呢是搭配2个烤盘，1个烤垫。这个烤垫呢相当于油脂，它可以重复利用的，这样子垫在这个烤盘上面，然后放进去烤。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用来防粘，就不会粘底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来讲这2个烤盘，一个是带孔的，一个是不带孔的。带孔的烤盘呢，就比较适合加热冷冻的食物。微波从底下加热上来，它能穿透这个网格，然后它就可以把微波能量打到上面这个部分，然后再通过热风去烤，就可以做到微波跟热风同时加热去烘烤。出餐就速度就会更快。像现在这个烤盘，它是不带孔的，然后呢，后面呢，就这个部分会有一个胶，这个胶是用来微波聚能的，把微波能量聚到底部这里，然后让整个烤盘这个位置产生一个底火，加热发烫，就能形成一个上面热风烤，下面煎的一个效果。这个烤盘呢，就比较适合烤鸡翅、披萨、蛋挞等需要底火的食物。这个烤盘呢，就比较适合烤一些冷冻比较厚的，就比如可颂，它需要2到3分钟出品，那用这个烤盘微波穿透，那它就更快的出餐。我们的设备呢是最多一次就1个烤盘，你可以放下层，也可以放上层，但是呢，这个放哪里，具体还是需要客户这边根据自己的食材出品效果。就比如说烤翅，我想我的烤翅烤出来的焦褐感更强，那我可以放上层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层接触的热风面会更近，它烤出来的焦褐感就会更强。如果你放下面的话，它的焦褐感就没有那么焦，可能就达不到用户的一个出品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因为这个烤盘它不是带孔的，它的热风是去不到下面，它的微波也上不来，它的微波只是在这个区域。如果你用带孔的这个烤盘，它的微波打上来，这整个空间都有微波的能量，就可以针对食物的更快的出品。我们这款设备呢，顶部是有4个凹槽位，这个凹槽位呢是方便门店使用的时候可以2台设备叠加在一起。我们这款设备呢，一共有3个位置的风扇口，然后这里主要是以出风为主，
然后背后有一个进风，右侧也有一个进风口，然后主要是以3个风扇口来做一个散热。